今天我们来聊聊3个数字，第一个是 1.7 万，第二个是 4.7 亿，第三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讲，因为它才是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那一个。这3个数字出现在2026年的同一个夏天，它们来自3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一个是奈及利亚东北部一间小小的红十字会办公室，一个是一份几乎没有人会点开的统计报告，还有一个是英国南部一位老人书桌上的一片棕榈叶。这3个地方之间没有任何往来，他们从来没有互相引用过一个字，写下这些数字的人彼此也不认识。可是当我们把它们摊开来，摆在同一张桌子上，会发现一件很难解释的事：3根手指同时指向了今年的10月。我们先说清楚一件事，这支影片不是要吓唬谁，相反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把神秘感一层一层剥掉，看看剥到最后剩下来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真正可怕的东西往往不是预言本身，而是预言被证实的那个过程，安静的让人发毛。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很习惯被数字包围了，每天打开手机，股市涨跌是数字，确诊人数是数字，房价是数字，通膨是数字，看多了人就会麻痹，眼睛会自动跳过去。可是有一种数字不一样，那种数字底下站着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种数字，那就从第一个开始吧。7月24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奈及利亚红十字会一起发布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很短，语气非常平静，平静到你如果不仔细读，会直接划过去。他说，从2026年7月开始，他们对外报告的奈及利亚失踪人口案件数将调整为大约 1.7 万件。听起来像是一个行政更新，对不对？可是这个数字是从 2.4 万降下来的。这些年来，他们一共处理过大约 2.4 万件失踪案，挨家挨户去问，去找社区的长老，去打电话，去做田野访查，去跟其他人道组织交叉比对名单。然后今年他们做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清查的目的不是要找人，而是要确认一件更基本的事：这些当初来求助的家属，我们现在还联络得上吗？答案是有一部分联络不上了。于是 2.4 万变成了 1.7 万，中间那7000件被移出了正在积极寻找的名单。请注意，红十字会自己在公告里把话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数字下降不代表失踪的人变少了，它只代表还能够维持联系的家属变少了。我们把这句话再念一次，失踪的人没有变少，只是还在找他的那个人我们找不到了。那些家属去了哪里？公告里也写了，有的搬走了，有的换了电话号码，有的回到了原本的家乡，有的现在住在因为安全或者交通因素而进不去的地方。他们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们只是也一起从记录上消失了。一个人失踪，这是第一次消失，找他的人也失去了联络，于是这个案子从活跃名单上被移走，这是第2次消失。这不是谁的错，红十字会做的其实是一件非常诚实的事，他们宁可对外报一个比较难看、比较小的数字，也不愿意用一个虚胖的数字来装饰自己的工作量。这种诚实在今天很稀有，他们在公告里甚至还特别加了一段，说会加强日后的联系工作，降低失联的风险。可是诚实归诚实，那7000个名字被移走的那一刻，还是有某种东西永远地掉进了缝隙里。我们得说一说，一个人在那样的地方是怎么不见的。奈及利亚东北部这片土地，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10几年。村子被袭击的那个晚上，人往四面八方跑，有人往北跑，有人往南跑，有人跳上任何一辆还在动的车。等到天亮，一个家庭可能就分散在3个不同的县，孩子跟着邻居走了，父亲去了另一个方向，母亲抱着最小的那个躲在灌木丛里。之后有人进了收容营，有人越过边界，有人被抓走，有人再也没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境里，失踪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种慢慢确定下来的状态。第1个月，家人说他只是还没回来；第1年，家人说他一定在哪个营区；第5年，家人不再说话了。可是每次有人回来，他们还是会挤到前面去看一眼。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模糊性失落，它指的是那种没有结局的失去。亲人过世，我们有葬礼，有仪式，
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让悲伤可以开始，也可以结束。可是亲人失踪没有，没有遗体，没有证明，没有据点，人被卡在一个中间的状态里，既不能哀悼，也不能期待，一年又一年。而这种状态还会带来非常具体的麻烦，财产怎么继承，银行账户怎么处理，房子怎么过户，配偶能不能再婚，孩子的监护权归谁。一个没有死亡证明的人，在法律上是一个空白，而他的家人就要在这个空白里生活一辈子。那寻人的工作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一点都不像电影，没有卫星，没有脸部辨识，没有戏剧性的追查，他就是一群志工，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叠表格，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问。他是打几百通打不通的电话，是发成千上万封简讯，是拿着一张20年前的照片去问市场里的摊贩有没有印象，是跟其他组织借名单来一笔一笔比对，是帮2个分隔在不同国家的人转交一封只能写几行字的短信。这种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进度，而且进度大部分时候是0。可是他们还是每天去做，因为对某一个家庭来说，只要有一天不是0，那一天就会改变一切。就像约贝州那位73岁的老人，他等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那一天终究来了。问题是，这种工作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找得到那个在等的人。那份公告里还有2张照片，一张是一位母亲，她手上只剩下一枚戒指，是为了记住在东北部的暴力中失去的儿子，整张照片里就只有那只手和那枚戒指。另一张是一位73岁的老人，在约贝州一个叫做吉尔苏美的社区里和家人重新见面，他找回来了，一个找回来了，7000个从名单上消失了。这就是这件事残酷的地方，它不是全有或全无，它是有一些人回家了，同时有更多人连被找的资格都失去了，而这还只是一个国家。到2025年底为止，全球在红十字与红新月的家庭联系网络里登记的失踪者超过 22.7 万人。红十字会自己也特别加了一句提醒，这只是有向他们通报的案件，很多家庭根本没有通报，或者根本接触不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 22.7 万只是真实情况的一小片，22.7 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这几年是往上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前几年的统计里就提过，某一年新登记的失踪案件数量创下了至少20年来的最大增幅，1年之内新增5万多件。这代表什么？代表冲突变多了，代表迁徙的路变得更危险了，也代表更多家庭在某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有一张床是空的。我们常常以为失踪是一种罕见的意外，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失踪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人不是自己走丢的，是被战争、被边界、被海、被沙漠、被检查哨、被一场没有人负责的混乱一个一个弄丢的。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在人道工作的分类里，失踪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它不归在死亡底下，也不归在受伤底下，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伤。死亡是一把刀，一次砍下去，然后开始结痂；失踪是一根针，每天扎一下，扎一辈子。好，现在问题来了，一个西非国家的失踪名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10月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让一个人从名单上消失的力量和让几亿人吃不饱的力量其实是同一组力量。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经济崩坏，还有最后那一项，援助的钱不够了。这就要讲到第2个数字。7月21号，世界银行的资料团队发布了一篇分析，标题直白的几乎没有修饰，全球饥饿正在逼近10亿人。我们先把几个数字放在一起看。2023年，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口估计是 9.27 亿，2025年的初步估计是 9.93 亿。在目前的基准情境下，这条线会在2028年被跨过，突破10亿，然后在2030年来到 10.5 亿。10亿是什么概念？大概是每8个地球人里面就有1个。而所谓的严重粮食不安全，不是那种减肥的饿，也不是那种忙到忘了吃饭的饿，它的定义是你曾经因为没有钱或者没有资源，一整天没有东西吃，不是一餐，是一整天，而且这不是一次意外，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常态。可是这还不是最刺人的部分，最刺人的部分在后面。
这份报告同时做了一个比较悲观的情境推演，如果中东的冲突拖得更久，如果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继续被攻击，如果荷默兹海峡长时间关闭，那么10亿这条线不是2028年被跨过，而是提前2年，在2026年就被跨过，2026年就是今年，然后才轮到那个 4.7 亿。同一份报告把预测对应到联合国体系用来监测粮食危机和饥荒风险的那套分级标准上，这套标准一共5级，1级叫做最低，2级叫做压力，3级叫做危机。3级的意思是这个地区至少有20%的家庭出现了食物缺口，或者急性营养不良的比例明显偏高，或者必须靠变卖赖以为生的资产才能勉强把肚子填饱。什么叫做赖以为生的资产？就是那头本来要用来耕田的牛，那台本来要载货赚钱的摩托车，那块本来要传给儿子的地，卖掉它们，今年可以活下去，明年就没有明年了。4级叫做紧急，意思是食物缺口已经很大，急性营养不良的比例非常严重，开始出现超额死亡，家庭已经在清算最后的财产。5级叫做灾难。报告的结论是，到2030年，大约会有 4.67 亿人生活在3级或者3级以上的地区，其中7100万人生活在4级或者4级以上的地区。这个数字是疫情之前的2倍多， 4.67 亿人。如果我们用台湾来换算，那大概是20个台湾的人口全部住在被官方认定为粮食危机的土地上面。7100万人是3个台湾住在紧急级。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报告把原因写得很清楚，而且这条因果链值得我们慢慢走一遍，因为它会一路走到我们自己的餐桌上。今年2月底，中东的冲突重新点燃，这件事本身大家都看过新闻了，我们不重复，我们要看的是新闻画面切掉以后的那一段。到3月底，布兰特原油涨到每桶112美元，比开战前高了大约60%，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涨了将近70%。而那份报告在做悲观推演的时候，特别点出了一个地名——荷默兹海峡。那条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公里宽，全世界每天大约有1/5的石油要从那个瓶颈挤过去。它不是一条航道，它是一个阀门。阀门一关，全世界的能源价格就会被重新定义，而定义出来的新价格会沿着一条很长很长的链子，一路传到地球另一端某个小孩的碗里。这就是21世纪的因果，它不是抽象的哲学，它是可以用试算表算出来的。能源一涨，会发生什么事？第一，肥料变贵，因为现代氮肥的制造本质上就是把天然气变成蛋白质的一道工序，天然气涨70%，肥料就跟着涨，农民买不起，下一季的产量就会掉。第二，运输变贵，粮食是这个世界上最笨重的商品之一，一吨小麦从产地到餐桌要经过卡车、火车、货轮、仓库，再一次卡车，每一段都烧油。第三，进口变贵，而且是双重的贵，因为穷国买粮食要用美元，能源危机一来，他们的货币通常会贬值，等于同一袋米要付2次代价。第四，政府变穷，公共服务的成本上升，补贴撑不住，医院和学校的预算被排挤，而这些正是营养不良的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而在同一个时间，一般家庭的购买力是往下掉的。这一刀砍得最深的是那些本来就要进口能源的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打仗、财政已经很紧、市场已经很脆弱的国家。我们看几个连带的数字，中东北非加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个区域，今年的成长预测从1月的 4.2% 被砍到 1.8%， 伊拉克、科威特、卡达都被预测为负成长。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为对进口粮食和肥料的依赖太深，冲击被放得更大。到2030年，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就会有大约4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球总数的 38% 左右。还有一个比例，大概是整份报告里最让人不舒服的一句，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里，有 82% 会住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经济体。换句话说，饥饿不是随机分布的，它有地址。
同一份报告里还有一句话，读起来像是在讲统计，其实是在讲生命。他说，随着人口持续增长，每一年都会有更多人落入高风险，其中包括更多一出生就处在严重粮食不安全里的婴儿，而这种影响可以持续一辈子，甚至跨越好几代人。一个孩子在2岁以前如果长期营养不足，他的身高会受影响，他的大脑发育会受影响，他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收入能力都会受影响，然后他会把这个劣势交给他自己的孩子。饥饿不止杀人，它还会遗传。而在这份报告的重点摘要里还藏了一句话，2025年住在危机影响地区的人里面，每3个就有1个不在官方的监测涵盖范围内。我们停在这里想一下，每3个里面有1个没有被算进去。这句话和奈及利亚那7000件被移出名单的案子是不是讲的同一件事？我们的世界有一套非常精密的统计系统，可是这套系统只能看见他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那些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条曲线上，不会有人替他们写报告，也不会有人替他们争取预算。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从资料里消失了。一个人如果从资料里消失，在行政意义上他就等于不存在，而不存在的人是不需要被救的。好，现在我们可以讲第3个数字了。第3个数字不是一场灾难，它只是一个修订量。世界银行做了一件很老实的事，他们把今年4月出的这一版预测和去年10月出的那一版预测并排放在一起比对。同样是预测2030年，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团队，中间隔了半年，结果4月这一版比10月那一版多出了4600万人。4600万，在低收入经济体，这个上修的幅度是7600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是8100万。我们再换算一次，4600万是2个台湾。也就是说，在短短半年之内，光是因为情势恶化，就有相当于2个台湾的人口被加进了2030年的饥饿名单里。他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他们可能刚刚结婚，可能刚生了小孩，可能今天早上还在田里工作，可能正在为孩子的学费烦恼。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算进去了，可是在某个试算表的某一格里，他们的未来已经被重新标记过，而且这个数字不是孤证。世界粮食计划署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直接从各国对粮食和燃料进口的依赖度去推算，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波中东升级大约会让全球再增加4500万名粮食不安全人口。2条完全不同的计算路径，2个不同的机构得到几乎一样的答案。在统计学上，这叫做交叉验证，在生活里，这叫做坏消息被确认了。那么10月呢？10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这份世界粮食安全展望1年出2次，4月1次，10月1次，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4600万是4月版对照去年10月版算出来的差额，而下一份就是今年10月。10月会告诉我们这半年又多了几个台湾，而且指向10月的不止这一份报告。在苏丹，联合国体系的粮食安全分析把接下来的时间切成3段，今年2月到5月，今年6月到9月，然后是今年10月到明年1月。目前的判读是，苏丹全国大约有1950万人，也就是 41% 的人口处于危机级以上，其中超过500万人在紧急级，还有大约 13.5 万人在灾难级，另外大约1400万人在危机级。同时，在最坏的合理情境下，有14个地区被列为有饥荒风险，分布在北达佛、南达佛和南科尔多凡。另外，今年预计会有 82.5 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出现重度急性营养不良，比去年多了 7%， 比战前高出 25%。 而6月到9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情况预期会更差，所以那个10月到明年1月的窗口就是所谓的收成季。本来应该是喘一口气的时候，如果连收成季都喘不过来，那就代表事情已经不是季节性的问题了，那代表这片土地的生产能力本身已经被打断了。这里要补充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细节，饥荒这2个字在国际上是有严格定义的，不是形容词。要正式认定一个地区进入饥荒，必须同时满足3个门槛，至少20%的家庭面临极端的食物短缺，至少30%的儿童出现急性营养不良，
而且每天每1万人里面至少有2个人死于饥饿或者相关的疾病，3个条件同时成立才叫饥荒。问题是这3个条件都要靠实地调查才能确认，而会发生饥荒的地方通常就是调查团队进不去的地方，所以在现实里经常发生一件很荒谬的事，等到官方正式宣布饥荒的那一天，最该被救的那批人其实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在苏丹，去年就有城镇被判定进入饥荒，而那些城镇全都处在被围困的状态。2025年青黄不接的高峰，全国有超过2100万人处于危机级以上，其中有30多万人被判定在灾难级。所以当我们看到苏丹今年被列出14个有饥荒风险的地区，我们要理解那个数字不是预警系统的极限，那是预警系统看得到的部分，看不到的地方没有数字。在西非，另一套区域性的评估系统，每年的全国会议固定在10月到11月召开。去年10月那一轮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今年6到8月，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可能有528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而评估当下的数字是4180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活在去年10月那份预测的答案揭晓期，而今年10月的那一轮会决定明年。至于奈及利亚本身，最新的评估是今年6到8月的青黄不接期，全国大约有347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者更糟，其中包括分布在博尔诺、索科托和赞法拉3州的超过65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这是10年来最糟的数字。在博尔诺州，大约有 1.5 万人已经被判定在灾难级，也就是离饥荒只差一步。今年全国预计有大约30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面临重度急性营养不良，而到6月中为止，当地粮食安全部门的年度计划还有大约70%没有着落。农业那一块的资金缺口是 96%， 粮食援助那一块是 67%。 我们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同一个国家 1.7 万人在名单上找不到，3470万人吃不饱，而要去救他们的钱还有70%不知道在哪里。所以10月不是一个预言，10月是结账日。讲到这里，该把第3根手指拿出来了。那片棕榈叶是2014年的事。印度南部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传统，据说古代的圣者曾经把无数个人的一生预先写在棕榈叶上，一代一代抄录保存下来，求问的人到那里去，用指纹去比对，如果比对上了，就会有人把属于你的那一片叶子取出来，念给你听，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信的人说那是树叶的记录，不信的人说那是一套非常高明的冷读术。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替任何一方下结论，我们只是把那片叶子上写了什么，如实的说一遍。当年那份解读的大意是这样的，在70岁和71岁的时候，他将完成自己的责任，他会有能力预先看见将要到来的天灾，并且把它说出来。那些灾难和风暴、和雨、和海浪、和海洋有关。某些国家会遇到有毒的空气，或者说有毒的风暴，而这件事会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北方或者东北方。叶子上还说，他不只要示警，他还要用祈祷和仪式去帮忙减轻这些灾难的力道。隔年，这份解读被写进了他自己的书里，公开出版，白纸黑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排除了事后补写的可能。帕克生于1954年1月，70岁和71岁对应到2024年1月到2026年1月，也就是说那个窗口已经关上了。他现在72岁，而今年7月3号，他把这件事重新整理成一篇文章贴了出来。文章的语气和我们平常听到的那种斩钉截铁完全不一样。他自己也在猜，他说这可能是一次火山爆发，可能和陨石有关，可能是一场海上的灾难，也可能是某种工业或者军事上的意外。他说那个毒气云的意象让他觉得可能和海底的喷发有关，也许就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然后他提到了几条线索，有人在另一本关于印度圣者传统的书里看到了大河这个古老的名字，而8月12号这个日期出现在别人的解读里，被当成一个可能的关键标记。我们查了一下8月12号，那一天确实有事。2026年8月12号是一次日全食，而且不是普通的日全食，
是欧洲本土自从1999年以来的第一次。全时代从北极圈附近的西伯利亚开始，绕过北极上方，落到格陵兰东部，再扫过冰岛西岸，最后在傍晚接近日落的时候抵达西班牙北部和巴利亚利群岛，还擦过葡萄牙东北角一小块地方。全时持续最久的地方也只有2分18秒。一个天文事件，一个古老的日期标记，刚好对上了。不过在往下讲之前，有一句话我们想单独拿出来看。那片叶子上说，这件事会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北方或者东北方。这句话其实非常奇怪，因为它没有指明国家，只指了方向。如果那个国家是日本，那么东北方就是东北地方。2011年那场改变一切的地震和海啸就发生在那里。如果那个国家是我们自己，那么东北方就是宜兰外海一路往北的那片海域，一直延伸到琉球海沟。如果那个国家是菲律宾，东北方是吕宋海峡；如果是印尼，东北方是苏拉威西。我们把地图摊开会发现，这些地方全部串在同一条线上，那条线叫做环太平洋火山带。全世界9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条线上，而日本一个国家就承接了全球规模6以上地震的20%左右。所以一个模糊的方位词在这条线上其实一点都不安全，它几乎等于是说事情会发生在地球上最容易出事的那一圈。这是预言的老问题，它既不能说完全没有指涉，也不能说指涉得够清楚。它像一张没有比例尺的地图，你可以拿它去对任何一片海。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8月12号已经过去了，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比我清楚。这句话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不想在影片里假装自己站在时间的上游。事实上，帕克自己也留了退路，他在别的影片里说过，那件事也可能是在2028年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他还提到有研究者整理过欧洲的棕榈叶文献，里面提到大约2046年会有一个大型天体近距离掠过地球，引发地震、洪水、火山活动，还有大量有毒气体的释放。那个描述和他手上的叶子意象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其实是一组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预言。1999年的日食，2026年的日食，2028年，2046年，这种宽度说难听一点是很难证伪的。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讲明白，才对得起大家的时间。帕克说对过一些事，他早在很多年前就说过会有一场横扫世界的流感大流行。他说过脱欧，他说过2016年的那场选举，他说过女王的离世。可是他也说错过不少。他曾经预测杰布·布希会拿下共和党的初选，他预测2020年的总统选举会是另一个结果，他预测拜登会退出初选，他预测梅根和哈利会在2025年离婚。一个人如果每年讲几百条预言，讲中几条是必然的，这是几率，不是神通。而且我们必须注意预言的一个技术性特征，他今年的预测清单非常长，长到几乎覆盖了所有可能性。春天的人工智慧泡沫破裂，主要加密货币重挫，英国金融动荡，欧洲各地的反移民骚乱，一次大型的网络攻击，地震和火山活动增加，太平洋和澳洲的重大灾难，伊朗的政权变动，还有王室的变故。当一份清单长成这样，他命中的几率当然会很高。今年年初，他确实有一条看起来很准的，他早先说过，伊朗的核设施和高层会遭到非常精准的打击，不会有地面部队，会是空中行动，快速升级，然后快速停止。今年2月底到3月初，这件事的轮廓确实出现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在攻击中身亡，事后他在自己的频道上说，这一条应验了。我们要怎么看这种事？有2种读法。第一种读法是，他真的看到了。第二种读法是，过去2-3年，全世界的军事评论员都在讨论同一个剧本，而他只是把大家心里都想过的那个剧本，用比较有画面的方式讲了出来。这2种读法我们都不排除，我们只是想提醒一件事，当一个预言被证实以后，人的大脑会自动把它擦亮，让它看起来比原本更清晰、更具体，更不可能是猜的。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名字，叫做后见之明偏误，而所有的预言产业都建立在这种偏误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要一个日期？这件事值得想一想。
人类对不确定的忍耐力其实低得惊人。给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可以承受，可是给我们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坏消息，我们会崩溃。所以我们发明了历法，发明了节气，发明了倒数计时，发明了各式各样的预言。我们要的其实不是答案，我们要的是一个可以停止焦虑的坐标。8月12号就是这样一个坐标，10月也是。有了坐标，混乱就变成了故事，而人是靠故事活着的动物。问题只在于，如果那个坐标是假的，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漏看了那些真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这么多时间谈它？因为有一件事，他说得很早，很具体，而且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他说过，台海的冲突有可能不是由谁下定决心开打，而是由一场潜舰或者飞机的意外引爆。这句话值得我们坐直身体听一次，因为他讲的不是谁想不想打，而是这个系统已经紧到什么程度。当两支军队在同一片海域和同一片天空里日夜贴着飞，贴着走，那么决定历史的可能不是任何一位领袖的意志，而是某一天某一位年轻人手上的一个误判。历史上这种事并不罕见，很多战争的第一枪事后追查起来都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他还提到，在那些叶子的暗示里，有一种可能是某个腐败的领导人可能会刻意去触发或者协助触发一场灾难。这句话留下的想象空间很大，我们不打算替他填空。我们想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就在7月28号，日本九州发生了规模 7.1 的地震，震源在熊本县，深度大约10公里，熊本市测到震度7。熊本城的石垣传出崩落，与城市有火警，大约4万户停电。九州的铁路包括新干线全面停驶，高速公路多段封闭。气象厅对有明海和八代海一带发布了1公尺的海啸注意报，2个小时之内解除，最后没有观测到海啸。附近的核电厂没有异常，索尼和台积电在那个区域都有厂，都在确认状况。熊本城那道石垣10年前在另一场地震里也垮过一次，它的修复工程原本预计要做到2052年。而在这场地震发生的4天前，日本和美国刚刚结束一场联合演习，演习的地点在横田基地和市谷，大约100名美军参与。演练的内容是，如果南海海槽发生巨大地震，两国要怎么一起把救援送进去。南海海槽是什么？那是一条长度大约800到900公里的海沟，从静冈外海一路延伸到九州南端，菲律宾海板块在那里往下钻进欧亚板块底下。这种挤压每年都在累积，累积到某个程度就会一次释放。过去1300年里，那条海沟至少发生过13次大地震，最近的2次是1944年和1946年，2次都是规模 8.1， 都引发了海啸。日本官方的评估是，未来30年内发生规模8到9地震的几率大约是7到8成，最坏的推估，死亡人数可能到 29.8 万人，经济损失可能到2兆美元。而日本官方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句话比任何预言都值得记下来。他们说，这种地震可能不会有任何前兆，也不会有任何预警。监测系统可以看到板块边界附近的变化，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倒数计时。没有倒数计时，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说的事。大地不给倒数，海洋不给倒数，板块不会在动之前先发一则通知。所有的倒数计时都是我们自己画上去的。我们画一个8月12号，我们画一个10月，我们画一个2046年，然后我们坐在那里等，好像只要等到那一天，事情就会有个交代。而且说实在的，这件事我们自己最有资格讲，我们就住在同一条板块边界上，这里的每一个人这辈子都被摇醒过。半夜3点，灯摇了一下，狗开始叫，然后一家人坐在床上互看一眼，等着看它会不会变大。等到停下来，大家躺回去继续睡。我们没有一次是被预告的，从来没有哪一次地震是先通知我们哪一天哪一个小时。可是我们还是活下来了，还是把房子盖回去了，还是继续上班，继续煮饭，继续把孩子送去学校。所以我们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面对一件不会事先通知你的事情，正确的做法不是等日期，是平常就把该做的做好，水存一点，粮存一点，急救包放在拿得到的地方，跟家人讲好，走散了要在哪里汇合。这些事情做完，
大概花不到1个下午。做完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再看任何一则预言了，因为真正的准备是让自己不需要靠预言活着。可是真正在倒数的从来不是那些日期，真正在倒数的是那7000件被移出名单的案子，是那每3个里面就有1个没被算进去的人，是那半年之间多出来的4600万，是奈及利亚那70%没有着落的预算，是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今年提出的330亿美元募款目标，要照顾 1.35 亿人，而去年他们实际募到的是150亿美元，10年来最低的一年。15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少？它大概只是全世界1年军费的一个零头，而且今年的求援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因为钱不够，联合国体系不得不改用一种叫做超级优先排序的做法，先在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里面挑出最紧急的那一批来救。我们把这句话说得直白一点，过去的人道工作是在问我们要怎么帮所有人，现在的人道工作是在问我们要先放弃谁。这已经不是援助了，这是战地医院里的减伤分类，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预算，从2024年的100亿美元调到2025年的大约64亿美元，钱少了将近40%。可是要喂的人变多了，钱变少的时候，最先被砍的往往不是紧急粮食，而是那些看不到立即效果的东西，教农民种抗旱作物的计划，修水井的计划，让一个家庭3年后可以不再需要领粮食的计划。这些计划一被砍，短期看起来省了钱，可是3年以后领粮食的队伍会排得更长。这就是为什么奈及利亚那份计划里农业那一块的缺口高达 96%， 因为在钱不够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投资明年。是7月27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报告里说，2025年全球的新增感染和死亡都超出了原本设定的目标，而国际资金的削减很可能让一场已经被压下去30年的疫情重新反弹。这些才是真正的倒数计时，他们每一秒都在跑，只是没有声音。所以那3个数字为什么会指向同一个10月？第一根手指是人， 1.7 万个名字还在名单上，7000个名字被移走了。第二根手指是量，4.7 亿人将要住在被归类为危机的土地上。第3根手指是速度，半年4600万。而10月要做3件事，世界银行会出下一版展望，告诉我们速度有没有变快。西非的区域评估会开新一轮的全国会议，决定明年要救多少人。苏丹的收成季窗口会打开，看看那14个有饥荒风险的地区到底守不守得住。同一个10月还要做另外一件事，巴西在10月初举行大选，以色列的国会选举最迟也在10月，美国的期中选举在11月3号，而10月是最后冲刺。这些选举决定的是明年谁来写预算，而预算决定的是那 4.7 亿人里面有多少人拿得到那一袋米。其实还有一件跟我们更近的事也发生在10月，每年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而台湾的粮食供需年报通常也在这个前后公布。年报里有一个数字，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没看过。台湾以热量计算的综合粮食自给率常年在3%上下，3%，意思是我们每吃10份热量，大约有7份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稻米我们自己够，可是小麦、玉米、黄豆几乎全部靠进口。那碗牛肉面的面，那杯豆浆的豆，那块面包，那桶沙拉油，还有养出鸡和猪的饲料，都在那7份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讲荷默兹海峡，讲原油每桶112美元，讲肥料涨价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我们是在讲一条会经过我们家厨房的链子。而且这条链子还有一个更少人注意到的环节，饲料。我们每天吃的鸡和猪，他们吃的是玉米和黄豆，而那些玉米和黄豆大部分是从地球另一端的巴西和美国运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肉其实是进口谷物在台湾完成的最后一道加工。国际股价一动，先动的不是米价，是鸡蛋和猪肉的价格。这件事只要经历过前几年蛋价波动的人大概都还有印象。一个海岛最大的优势是四通八达，最大的弱点也是四通八达。船一天不进来，货架上就少一排东西。这不是恐吓，
这是每一个住在岛上的人心里都知道的常识，我们只是很少把它说出口而已。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根本不是一支关于预言的影片。没错，因为我们查完所有资料以后，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帕克本人从来没有把哪一天圈在10月，他圈的是8月12号，他圈的是2028年，他甚至圈到了2046年。把10月圈起来的不是任何一位通灵者，是那些会计师，是那些统计员，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把试算表往下拉的人。他们用的不是水晶球，是试算表，而他们算出来的东西比水晶球准得多。这才是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一直在等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我们未来会怎样，结果未来早就被人算好了，公开发布，附上图表和注脚，挂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只是没有人点开。我们对这件事其实有一种很奇怪的偏好。同样一句话，如果由一位坐在书架前的老人用低沉的声音说出来，我们会觉得那是启示；如果由一份附了3张折线图的报告说出来，我们会觉得那是无聊。可是这2句话讲的是同一件事，差别只在于老人说的那句没有注脚，而报告说的那句每一个字后面都有一整套可以被检验的方法。真正的预言不需要神秘感，它只需要正确，而正确的东西往往长得非常无聊。如果10月的那份档案再一次被向上修订，那我们谈的还是预言吗？那不叫预言，那叫记录。预言讲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记录讲的是已经在发生的事。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3个数字全部属于后者。那我们能做什么？老实说，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一场地震，没有办法让原油降价，没有办法让某个遥远国度的枪声停下来。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承认，因为假装自己很有力量是另一种形式的傲慢。可是有3件小事是我们做得到的。第一件是打一通电话。那份红十字会的公告里反复讲了同一个道理，他们之所以还能继续找，唯一的前提是还联络得上，一旦联络断了，案子就只能停下来。所以他们甚至在公告的最后留了一支专线，拜托那些曾经求助过的家庭不要失联，换了号码也要说一声。我们身边也有名单，那些好久没联络的老朋友，那些搬走以后就没再见过的邻居，那些因为有点尴尬所以一直没打的电话，那些每年只在群组里按个赞的亲戚，他们不会出现在任何国际组织的统计里，可是他们确实在一点一点地从我们的生活里淡出。失联不是一个事件，失联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任何一天都可以被打断。一通电话2分钟就可以把一个名字留在名单上。第二件是好好吃饭，也别浪费。当我们知道有 4.67 亿人会住在危机级的土地上，回头看自己碗里剩下的那一口饭，感觉会不太一样。这不是道德绑架，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清醒。惜福这2个字听起来像老人家的口头禅，可是它其实是一种很精确的世界观。它承认一件事，你手上的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古人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那个来处在今天是一条从田里到肥料厂，到邮轮，到海峡，到货柜船，到超市的长长的链子。这条链子的任何一节出事，饭就会变贵。而对某些地方的人来说，饭变贵就等于命变短。第3件是保持一种不容易的平衡，不要吓自己，也不要骗自己。不要因为看了一支影片就开始囤米囤水，也不要因为8月12号没发生什么事就转头嘲笑所有的警告。这2种反应看起来相反，其实是同一件事。他们都是在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换掉一个复杂的现实。真正成熟的态度是在不确定里好好过日子，该准备的准备一点，该放下的放下一点，然后把今天过好。帕克自己在文章的最后说，他相信祈祷和心念可以减轻某些事情的力道，就算不能完全避免。他说他之所以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希望大家送出正向的念头。这一段我们不评论，我们只转述，信与不信个人因缘。不过佛法里确实有一个讲法和这件事很接近。布施分成3种，财施、法施、无畏施。前2种我们都懂，给钱、给知识。
可是第三种最有意思，无畏师的意思是让一个人不害怕。有时候一个人真正缺的不是米，是还有人记得他这件事。有时候一个家庭真正撑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没有饭吃，是觉得全世界都已经翻页了，只有他们还停在那一页。红十字会做的那件事，本质上就是无畏师。他们没有办法变出一具遗体，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可是他们可以让一个母亲知道，你的案子还在，我们还在找。有时候这样就够一个人再撑1年。不过有一句话，佛经里讲了2000多年，今天读起来特别准。世间无常，国土危脆。无常不是说什么坏事一定会发生，无常是说没有一个状态是锁死的。这句话往坏处读，是提醒我们别以为好日子理所当然，可是往好处读，一样成立。那4600万人被算进试算表的那一格，不是命定的，它是一个假设下的推算。假设变了，数字就会变。去年10月的那一版和今年4月的那一版差了4600万，那是往坏的方向走。可是同一套模型也告诉我们，在比较好的情境下，数字是可以往回收的。粮价回落，冲突降温，援助到位，那一格就会往下走。也就是说，那一格是活的，它不是命运，它是选择的总和。而选择是由很多很多个小小的决定组成的，包括某个国家要不要继续打，包括某个议会要不要通过一笔预算，也包括你我今天有没有在意过这件事。10月会来的，它会带着一份新的档案，一组新的数字，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太想知道的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决定那份档案上会写什么，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决定一件事，在那份档案公布之前，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一点7万个名字？还记不记得那7000个从名单上被移走的人？还记不记得那位手上只剩一枚戒指的母亲？还记不记得那位73岁的老人在约贝州的村子里重新见到家人的那一刻？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消失，不是在他走失的那一天，是在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不再找他的那一天。那3个数字到底会不会在10月汇合，我们不知道。也许到时候什么都没发生，那样最好。也许数字又往上修了一点，然后像过去每一次一样安静地躺在网路上，没有人点开。但至少今天我们点开了。如果你看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记住吧。10月见。一个名叫 Lori 的女人最近不断对着镜头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告诉她的观众，请你们立刻做好准备，家里至少要囤上2周的水和食物，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亲眼见证一段会被写进历史的时刻。他甚至反复暗示，一场长达24小时的紧急广播随时可能被开启。这听起来像不像那种吓唬人的标题党？可问题是，当你把他说的话和今年这半年真实发生在天上的事情摆在一起看，你会忽然背脊发凉，因为他们竟然对得上。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今天不打算吓唬任何人，我们要做的是把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线索一条一条捡起来，拼成一张完整的地图，然后让你自己去判断，这到底是又一场网络上的集体歇斯底里，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走来。我们会聊到这位 Lori 究竟是谁，她的预言到底说了什么，会聊到今年2月太阳突然发起的那场暴怒，会聊到1859年那个差点让整个世界断电的夜晚，还会聊到为什么偏偏是2周，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夏天。全世界那么多预言家像是提前约好了一样，全都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们先从这位 Lori 说起，很多老朋友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大概已经有数了。他并不是那种披着黑袍在水晶球前故弄玄虚的算命先生，恰恰相反，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住在美国乡间，说话轻声细语，脸上总是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女子。她称自己是一位意识扬升的老师，一个能够接收更高维度讯息的通道。这几年，她在网络上聚集了几十万的追随者，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相信Lori 能够感知到一些普通人感知不到的东西，一种频率，一种正在悄悄改变整个人类的力量。要理解他这次的警告，你得先理解他眼中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在 Lori 的叙述里，人类并不是孤零零地飘在宇宙中的一颗蓝色小球，而是一场巨大意识实验的主角。他常说，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像一台收音机，身体是外壳，而真正的你是那段被播放出来的频率。他认为，过去这些年，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频率提升，一种他称之为扬升的过程。在他看来，你我最近这几年感受到的那种说不清的焦躁，那种时间好像越过越快的错觉，那种夜里莫名其妙的惊醒，都不是巧合，而是这场频率转换在你身体里留下的痕迹。听到这里，也许有人已经想关掉影片了，觉得这不过是又一套听起来很玄的心灵鸡汤。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Lori 这一派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把即将到来的变化描述成一场单纯的世界末日，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叫做转变。在他们的语言里，接下来要发生的不是毁灭，而是一次跳跃，一次人类集体从一个频率切换到另一个更高频率的过程。而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灾难，所有让人恐惧的景象，都只是这场切换过程中被甩出来的碎片而已。那么，这位一向强调爱与平静的老师，为什么会忽然改变语气，开始催促大家去囤水囤粮呢？这才是这次事件真正诡异的地方。按照他过去的风格，他应该是那个安抚大家不要恐慌的人才对。可是最近，他的讯息里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说，他感受到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有一个窗口被打开，一个他形容为前所未见的时刻。他说，这个时刻可能伴随着我们熟悉的一切系统短暂的失去运作。他没有把话说死，可是那个意思任何人都听得懂，那就是我们每天依赖的电、网络、通讯，这些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东西，可能会在某一刻突然安静下来。于是就有了那个2周的说法。他建议每一个听到这段话的人准备好至少2周分量的饮用水，不需要冷藏就能吃的食物，一些基本的药品，还有最重要的，准备好你的心。他说，当那个时刻来临，最先崩溃的不会是超市的货架，而是人心。他甚至提到了那个24小时紧急广播的画面。他形容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全世界的注意力会被同一件事情牢牢抓住，所有人都会守在仅剩的讯号旁边，等待着什么。那个画面就是他口中所谓的你们将亲眼见证历史。好，关于这位女士的部分，我们先按下暂停，因为如果只是一个人的一面之词，那充其量只是个都市传说。真正让这件事变得沉重起来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那些冷冰冰的写在科学记录里的事实。因为就在 Lori 不断发出警告的同时，我们头顶上那颗看似永恒不变的太阳正在做一件让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绷紧神经的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2月初。就在许多人还沉浸在新年气氛里的时候，太阳突然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在短短4天之内接连甩出了6次最高等级的闪焰。要知道，太阳闪焰是有分等级的，而排在最顶端威力最猛的那一个级别，平时我们一整年能碰上几次就已经算是相当热闹了。可今年光是2月头4天就一口气来了6次，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讯号。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处在太阳这一轮活动周期里脾气最暴躁的阶段，而制造这一切混乱的元凶是太阳表面上一块巨大的黑斑。天文学家一直死死地盯着它，因为它实在太不寻常了。这块黑斑到底有多可怕呢？监测它的科学家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们说这块区域已经变成了一座闪焰工厂，它内部的磁场纠缠扭曲到了极点，那些看不见的磁力线就像被人硬生生拧紧的橡皮筋，随时准备啪的一声弹开，而每一次弹开释放出来的能量都相当于数以亿计的氢弹同时引爆。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块黑斑的体积正在不断膨胀，膨胀到了一个足以和历史上某一块恶名昭彰的黑斑相提并论的程度。那块恶名昭彰的黑斑属于一个特定的年份，一个每一个研究太空天气的人听到都会肃然起敬的年份，1859年。要说清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准备2周的物资，就不能不好好讲一讲1859年那个秋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那一次事件是人类有记录以来遭遇过的最强烈的一次太阳风暴，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叫做卡林顿事件，而所有关于未来灾难的想象几乎都是以它为蓝本。那一年的9月1日，一位名叫卡林顿的英国天文学家正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观测室里描绘太阳表面的黑子。就在那个平凡的上午，他亲眼看见太阳表面上突然爆出2道刺眼的白光，明亮的几乎要灼伤他的眼睛。他当下并不知道，他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亲眼目睹超级太阳闪焰的人。那2道白光带着难以想象的能量，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地球扑来，而地球上的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防备。大约17个小时之后，风暴抵达了。那一夜，全世界都乱了套。在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是刚刚铺设没多久的电报系统，那是19世纪的网络，是人们引以为傲的通讯命脉。可就在那一夜，这条命脉彻底瘫痪了，电报线上窜出了火花，一些电报站甚至烧了起来。最诡异的是，有些电报员发现，就算他们把电源全部切断，那些电报机竟然还能继续运作，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接管了整套系统。这股力量就是太阳风暴在电线里感应出来的电流。而在天空上出现的景象更是让当时的人们目瞪口呆。原本只有在地球2极才看得到的极光，那一夜竟然一路南下，出现在了热带地区的上空。在加勒比海，在中美洲，人们抬头看见整片天空被染成血红与翠绿，亮得像是白昼一般。许多完全不知情的居民吓坏了，有人以为附近的城镇发生了大火，有人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纷纷跪地祈祷。而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据说金矿的矿工们被这片异光叫醒，还以为天亮了，爬起来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就是卡林顿事件，一场美到极致也恐怖到极致的天象。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松一口气，觉得不过就是断了电报，烧了几个站，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嘛。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1859年的人类，全世界加起来也没几条电线，断了顶多是通讯不便。可是今天的我们呢？请你花3秒钟环顾一下你此刻身处的世界，你手里的手机，墙上的插座，天上的卫星，银行里的数字，红绿灯，自来水厂的抽水马达，医院里维持生命的仪器，超市冷藏柜里的每一块肉，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建立在一张看不见的电网之上。我们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依赖电，也因此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脆弱。你可能会觉得卡林顿事件都是10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这种等级的超级风暴大概要几百年才会轮到一次吧，我们这辈子多半是碰不上的。可事实恰恰要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就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12年，太阳曾经喷发出一次威力足以和卡林顿事件并驾齐驱的超级风暴。那一大团携带着毁灭性能量的太阳物质，以每秒钟上千公里的惊人速度，狠狠地冲进了茫茫太空。而人类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纯粹只是因为运气好，因为那团风暴喷发的方向刚刚好和我们的地球擦身而过。事后有科学家仔细地推算过，如果那一次爆发的时间再往前挪那么短短的1个星期，让地球正好转到那个被正面命中的位置上，那么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整个现代世界，恐怕早就是另外一副天翻地覆的模样了。你听清楚了吗？我们和一场足以让文明倒退几十年的灾难之间，当时仅仅只隔着1个星期的距离，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几乎浑然不觉。这个真实发生过却很少有人提起的故事，其实一直在悄悄地提醒我们，超级太阳风暴从来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神话，它更像是一把静静悬在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我们唯一不知道的只是那根系着剑的细线究竟会在哪一天悄然断裂。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还停留在假设的层面，那么历史其实已经给我们上演过一次，虽然规模小得多，却真实不虚的预演。时间回到1989年的3月，一场并不算顶级的太阳风暴扑向了地球，它的能量最终灌进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电网。结果在短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整个魁北克省的电力系统就像骨牌一样轰然崩溃。将近600万人在那个依然寒冷的3月夜里
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与冰冷之中，长达9个小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地铁停驶，机场的航班无法起降。而这还只是一场中等强度的风暴作用在一个地区的电网上所造成的后果。你完全可以顺着这个真实的画面往上再放大10倍、100倍，去想象一场卡林顿等级的超级风暴，如果作用在今天这个比1989年不知道要复杂脆弱多少倍的全球电网上，究竟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这就是科学家们之所以如此忧心忡忡的最真实的理由。研究太空天气的专家们早就发出过警告，如果一场和卡林顿事件同等级的风暴在今天正面击中地球，那将不只是断网那么简单，它可能会烧毁电网里那些巨大的变压器，而这些变压器一旦烧毁，并不是换个保险丝就能修好的，有些甚至需要好几个月才能重新制造和安装。专家估算，一场全面的超级风暴理论上足以让全球的网络和电力瘫痪长达数周之久。你听出来了吗？数周。这个数字是不是和某个人反复叮咛的2周隐隐约约地重叠在了一起？让我们把这个瘫痪数周的画面再往深处具体地想象下去。停电的第一天或许还带着一点刺激的冒险意味，大家新奇地点起蜡烛，翻出尘封已久的手电筒，仿佛在过一个特别的夜晚。可是等到了第2天、第3天，真正的麻烦才会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首先断掉的往往是水。很多住在城市高楼里的人并不知道，我们家里哗哗流出的自来水其实是靠着大楼底下的抽水马达一层一层硬生生打上来的。电一停，用不了多久，水龙头就会连半滴水都挤不出来。紧接着出问题的是食物，超市里那一整排的冷藏冷冻柜全部停摆，货架上的生鲜肉类1-2天之内就会开始腐坏，而负责运送补给的卡车也会因为加油站的抽油帮浦罢工，渐渐的开不动，补不上。然后最让人揪心的是医院，那些必须依靠仪器才能维持呼吸与心跳的病人，那些必须全程冷藏的药物，都将在那一刻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你看，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其实就像一副由无数个齿轮精密咬合而成的巨大机器，而电就是驱动这一整副机器运转的那根最核心的主轴。一旦这根主轴停止了转动，整副机器就会以一种我们平时完全无法想象的速度，一环扣着一环，慢慢的、全面的停摆下来。而这也正是为什么那看似薄薄的、不起眼的2周储备，在真正的关键时刻会显得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现在你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把 Lori 的话和真实的科学摆在一起会让人背脊发凉了。一边是一位声称能感知频率的女子，急切地要大家准备2周的物资，等待一场紧急广播；另一边是太阳表面一块正在膨胀，堪比1859年的巨大黑斑，以及科学家口中那句一场超级风暴足以让文明停摆数周。这2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但真正让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的还不只是太阳，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天文台移开，投向世界各地那些形形色色的预言者时，我们发现了一件更让人不安的事，那就是他们几乎全都在说着同一年，就好像有无数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河流，最后全都汇入了同一片海洋，而这片海洋的名字就叫2026。我们先来说一个离我们不算太远的名字，一个美国的普通农夫克里斯。这个人的故事本身就像一部电影，他原本只是一个在乡下经营小生意、虔诚上教堂的老实人，直到某一天，他在河边钓鱼的时候，遇上了一团燃烧着的不明飞行物。从那之后，他的人生就彻底翻转了。他声称自己接收到了某种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核心指向的正是2026年。他说，当地球上爆发某场冲突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颗发光的球体从世界各地的海洋里缓缓升起。他相信这些光球是守护者，是一种来自更高层面的介入。他们出现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自我毁灭，是为了在最后一刻把沉睡的人类唤醒。
最让人费解的是，这位农夫还转述了一句非常隐晦的话，说这场景象降临的时机会是当狮子座最亮的那颗星在狮身人面像的注视下转为红色的时候。这句话当年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直到一些研究星象的人替他解开了谜底。原来这说的是一种特定的天文现象，当那颗星辰低垂在地平线附近，它的光芒必须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抵达我们的眼睛，而大气会把蓝色的光散射掉，只留下红色，于是那颗星就会在特定的时刻变成一颗血红色的星。这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天象语言，而它所指向的季节同样落在了2026。当然，说到预言，就绕不开那位家喻户晓的盲眼老婆婆龙婆。关于她的传说，我们的老观众早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在后人整理出来的那些被归到她名下的预言里，2026年同样被涂上了浓重的阴影。金融的动荡、大国之间的冲突，还有频繁而剧烈的天灾，这些关键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对这一年的描述当中。无论你信或不信，这位老婆婆的名字总是能在人群里掀起一阵骚动，而这一次，她的名字又一次和这个夏天绑在了一起。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几百年前的那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一大堆晦涩难懂的4行诗，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从里面挖掘出对应现实的线索，而在这波对2026年的解读热潮里，他的几句诗被反复拿出来讨论。其中有一句被许多人解读成一场长达7个月的大战战火的中心可能落在欧洲的某个角落，还有一句更是耐人寻味。诗里提到了一大群蜂群的涌现，在诺查丹马斯生活的年代，哪儿来的什么蜂群大军？可是今天再回头看这句话，有人不寒而栗，因为当代的战争，天空中确实出现了一种东西，成群结队，密密麻麻发出嗡嗡的声响，那就是无人机。一句几百年前的诗，竟像是精准地描述了现代战场的画面。而诺查丹马斯的信徒们之所以如此笃定地把矛头指向2026，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天文依据，就在今年8月，一场横跨欧洲部分地区的日全食即将上演。这是那片土地上睽违了近30年才再度出现的壮丽天象。当白昼在正午突然转为黑夜，当太阳被一个黑色的圆盘缓缓吞没，只留下一圈悠悠的光晕，这种景象在古人眼中向来都是天降异兆的象征。你可以想象，当这场日全食真的降临，会有多少人把它和那些古老的预言联系在一起？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刻抬头望向被遮蔽的太阳，心里想着，难道这就是那个时刻的序幕吗？如果说天上的变化还显得有些遥远，那么地下的躁动就近得让人心慌了。把目光转向我们的邻居日本，这几年关于一场超级大地震的忧虑始终笼罩在那片列岛的上空。地质学家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一条深藏在海底的断层带，他们担心一旦这条断层带彻底松动，将会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强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滔天海啸。与此同时，那座沉睡了300多年的著名火山也不时传出蠢蠢欲动的迹象。这些真实存在的地质风险和那些流传的预言交织在一起，让2026这个年份在许多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越来越厚的不安。甚至还有一种更加大胆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说今年的11月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一个人类文明或许将首次正式与某种地外文明相遇的时刻。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可是把它和前面那位农夫口中的光球和 Lori 口中那场让全世界屏息的紧急广播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指向的竟是一种惊人相似的画面，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那么一刻，全人类的目光将被同一件事情牢牢吸引，所有人都会意识到，有些东西永远的改变了。好，现在让我们喘口气，把这些散落的碎片重新在脑海里排列一遍。一个强调意识扬升的女子，急切地要人们准备2周物资，并预告一场紧急广播。一颗正在膨胀的堪比1859年的太阳黑斑，随时可能甩出让文明停摆数周的风暴。一位农夫口中
即将从海洋升起的万千光球，一场8月即将降临欧洲的日全食，一条海底断层带的隐忧，还有无数把2026指认为关键之年的古老预言。这些线索来自科学，来自宗教，来自神秘学，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原本毫不相干，此刻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拢在了一起。也许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擅长在杂乱无章的讯息里寻找规律，我们太害怕混沌，所以总是忍不住把不相干的点连成线。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也是我们必须时刻对自己保持警惕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里非常诚实地对你说一句话，这些预言没有任何一条是注定会发生的铁律。预言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命运的判决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说预言的人以及听预言的人心里最深的恐惧与渴望。可是话说回来，就算我们把所有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全部剥离，只留下那颗真实膨胀着的太阳黑斑，只留下科学家那句冷静的警告，一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而且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到底该不该为那个可能到来的2周做点什么。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和你好好聊的部分。因为在我看来，前面所有的预言，信或不信，其实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一件我们平时刻意回避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所享受的这份现代文明的舒适，远比我们以为的要脆弱。而为这份脆弱准备一份薄薄的保险，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疯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再理智不过的成熟。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觉得囤积物资，准备应急，是那些活在深山里戴着锡箔纸帽子的怪人才会做的事。可事实上，你去翻一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正经的政府单位发布的防灾手册，你都会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建议。他们从来不是要你去恐慌，他们只是平静地告诉你，家里最好常备一定分量的水和食物，以应对地震、台风、停电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在台湾这样一个地震与台风都是家常便饭的地方，这句话的分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所以你看 Lori 说的2周，剥掉那层神秘的外衣之后，其实和你我从小听到大的防灾教育是同一件事。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决定替自己和家人准备这样一份保险，到底该准备些什么呢？我想用最朴实的方式和你一起把它捋一遍。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水。人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却撑不过几天没有水。一个成年人一天最基本的饮用和简单清洁大约需要3公升左右。你可以自己算一算，2周的量其实不算少，但也绝对是一个普通家庭储藏室装得下的数字。买一些桶装水放在角落，定期换新，这件事今天下午就能做。接着是食物，这里的重点不是要你买多好吃的，而是要买那些不需要冷藏、不需要复杂烹煮、放得够久的东西。罐头、干粮、泡面、饼干，还有一些能补充能量的坚果。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停电了，冰箱里的东西撑不了2天就会坏掉，那时候这些安安静静躺在柜子里的干粮就是你的底气。顺带一提，别忘了开罐头的工具，还有如果家里有婴儿、有老人、有宠物，他们的特殊需求更要提前想到。然后是那些平时不起眼，关键时刻却能救命的小东西。一只手电筒最好是那种用手摇或太阳能就能发电的，因为电池总有耗尽的一天。一台老式的收音机，这一点尤其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网络和手机讯号全部中断，你要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在那种时候，那条古老的无线电波可能就是你和整个世界之间唯一的一根线。这或许就是 Lori 口中那场紧急广播最真实也最不玄的一种模样。它不一定来自外星人，也不一定来自更高维度，它可能就是政府在断电之后透过无线电一遍又一遍向所有人传达的求生讯息。除此之外，一个小小的急救包，一些常备的药品，尤其是家人平时固定要吃的处方药，这些都要备足。还有一样是很多人会忽略的，那就是现金。我们早就习惯了手机一闭就能付款，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电力和网络瘫痪，
所有的电子支付、银行提款机都会在瞬间变成一堆废铁。那时候，口袋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反而成了最硬的通货。这些准备加起来花不了多少钱，占不了多少空间，可他们能在最坏的情况下替你和家人换来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从容。我知道，光是听到囤粮这两个字，有些人心里就会升起一种抗拒，觉得那是在散播恐慌，是在制造焦虑。可是请你换一个角度想想，一个母亲在孩子出门远行之前，往他的行李箱里默默塞进几件厚衣服和一盒常备药，这是恐慌吗？不是，这是爱。一个家庭替自己的房子买了一份保险，这是因为他们天天盼着房子出事吗？当然不是，这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安心，为家人准备好应急的物资，其实和这些事情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他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恐惧，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份想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护住身边人的温柔。当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做准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过程本身非但不会让你更加焦虑，反而会给你一种踏踏实实的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力量。我特别想强调从容这两个字，因为 Lori 在她的讯息里反复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对。她说，当那个时刻来临，最先崩溃的往往不是物资，而是人心。你去回想一下，每一次台风来袭前，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的画面，每一次一有风吹草动，加油站就大排长龙的景象。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灾难本身，而是人在恐慌之下失去理智的那种疯狂。而对抗这种疯狂最好的武器，恰恰就是提前准备。当别人在超市里为了最后一箱泡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个早已备好物资的人可以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守着家人，守着那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你看，准备物资这件事，表面上是在对抗灾难，骨子里其实是在对抗恐惧。聊完了实实在在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面对那个最悬也最迷人的问题了，那就是 Lori 口中那句，你们将亲眼见证历史，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灾难吗？还是别的什么？我认为这才是整件事情里最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好好咀嚼的部分。我们大多数人一听到见证历史，脑海里浮现的多半是灾难片里的画面，城市崩塌，天崩地裂，人们四处奔逃。可是别忘了， Lori 这一派人的核心信念从来就不是毁灭，而是转变。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接下来要发生的那个时刻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闸门。他们相信人类正走到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而那颗躁动的太阳，那些频繁的天灾，那场可能到来的黑暗，都不是惩罚，而是催化剂，是逼迫整个人类从一种沉睡的状态猛然清醒过来的一记重击。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全世界的电、网络、通讯同时陷入了沉默，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没有了荧幕的蓝光，没有了永无止境的推波通知，没有了那些让我们焦虑、让我们比较、让我们无法停止滑动的东西。那一刻，你会被迫抬起头，看见身边真实的人，你会被迫走出家门，和你的邻居、你的家人重新学会用眼睛、用声音去交流。也许那才是 Lori 真正想说的，见证历史不是见证一场毁灭，而是见证一次久违的人与人之间重新连结的时刻。这种把灾难看成蜕变的视角，其实在人类古老的智慧里并不陌生。你去翻一翻，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的神话都藏着一个相似的桥段，那就是在世界迎来新生之前，总要先经历一场涤荡一切的滔天洪水，一场焚烧殆尽的漫天烈火，或是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漫长黑夜。我们的祖先似乎很早就参透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深刻的改变往往不是在舒适与安逸之中发生的，而是在崩塌与失去之后才艰难的诞生。一颗种子必须先在黑暗的泥土里胀破自己坚硬的外壳，才能长出第一片嫩芽。一只蝴蝶也必须先在那密不透风的茧里经历一场痛苦的自我瓦解，才能换来破茧而出、展翅高飞的那一刻。Lori 所描述的那场转变，用的
其实就是这同一套古老的语言。他想告诉他的追随者的是，你此刻所感受到的一切动荡，一切不安，一切脚下土地的摇晃，也许都不是这个世界要抛弃你的讯号，而恰恰是一个全新的你，正在旧的躯壳里奋力破土而出的阵痛。你当然可以完全不相信这套说法，可是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令人焦虑的时代，它至少为那些惶恐不安的心提供了一个可以喘息、可以盼望的出口。当然，我必须非常公道地说，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世界末日预言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从遥远的古代到我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些被反复炒作的末日之年，一次又一次，那些信誓旦旦的日子来了又走，太阳照常升起，生活照常继续。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事实。每一个声称掌握了未来钥匙的人，最终几乎都被时间证明了他的局限。所以，对于 Lori， 对于所有这些预言，我们最健康的态度永远是带着一份温柔的怀疑。我们可以听，可以思考，可以从中汲取那份对生命脆弱的敬畏，但我们绝不该让恐惧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可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算过去所有的末日预言都落空了，这件事也丝毫不能证明未来就一定安然无恙。这在逻辑上是两码子事。太阳并不在乎人类过去有多少次错误的预言，那颗膨胀的黑斑该爆发的时候，它一样会爆发。所以，真正成熟的智慧不是在盲目相信和彻底嘲笑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站队，而是在中间找到那条细细的钢索，一边用理智去分辨哪些是哗众取宠的恐慌，另一边用行动去做好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白费的准备。其实，如果你把这些预言者的话反复听上几遍，你会发现，他们最想传递的往往并不是那个具体的灾难本身，而是一种提醒。他们像是站在时代的路口，声嘶力竭地朝着埋头赶路的人群喊话：喂，抬起头来看看啊！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天上的星星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抱一抱你身边的人了？你把你这一生都活成了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关于末日的预言反而成了一种关于当下的哲学。它提醒我们，正因为明天充满了不确定，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显得如此珍贵。Lori 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分享给你。他说，真正的准备从来不只是往柜子里塞满罐头和水，真正的准备是准备好你的内心，让它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依然能保持平静。他认为，当外在的世界陷入混乱，一个内心安定的人本身就会成为周围人的一座灯塔。这句话，我觉得无论你信不信那些预言，都值得挂在心上。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风暴，有的来自天灾，有的来自我们自己的生活，亲人的离去，关系的破裂，突如其来的变故。而那份能够在风暴中心依然稳稳站立的内心力量，才是我们这一生真正需要储备的物资。说到这里，我想带你再往深处走一点，去聊一聊那颗太阳和我们人类之间那段古老得超乎想象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里，太阳都被供奉在神的位置。从古埃及到古中国，从美洲的丛林到两河流域，我们的祖先不约而同地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了天上那颗炽热的火球。他们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的科学仪器，可他们凭着世世代代的观察，早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颗太阳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地上万物的生死枯荣。而如今，当科学家告诉我们，太阳的活动确实会影响地球的磁场，甚至可能微妙地牵动着地球上的气候与生命时，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直觉，有时竟是如此精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位俄国的科学家，毕生都在研究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离经叛道的事。他把过去几千年里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动荡、战争、革命、瘟疫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然后和太阳活动的周期放在一起做对比。结果，他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规律，那就是每当太阳进入活动最剧烈的高峰期，地上的人类社会似乎也格外容易陷入躁动与混乱。他的这套理论直到今天依然充满了争议，很多主流的学者并不买账。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本身
带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它让我们忍不住去想，我们自以为完全由理性掌控的情绪与行为，会不会在冥冥之中也受到那颗遥远火球的牵引？而如果这种牵引真的存在，那么在2026年这个太阳脾气格外暴躁的当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那份莫名的焦躁，或许就不完全是错觉了。而 Laurie 这一派人所说的，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古老直觉的延伸之上。他们相信太阳不只是一颗会发光发热的物理星球，它同时也是一个能量的源头，一个讯息的发送者。他们认为，当太阳进入这种极度活跃的阶段，它喷发出来的就不只是会烧毁电网的带电粒子，还夹带着某种能够影响人类意识的能量。这种说法当然没有办法用今天的仪器去测量，你可以完全不相信它。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当一个人告诉你，天上那颗躁动的太阳正在悄悄改变你的心境，这听起来玄乎，但和一个科学家告诉你，这颗太阳正在威胁你脚下的电网，这两件事说到底都是在提醒同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和这颗星球的命运远比我们日常感受到的要紧密得多。好，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一次思想实验。假设 Laurie 说的那个时刻真的来了，让我们一起1个小时1个小时地走进那个场景，看看所谓的24小时紧急广播究竟会是什么模样。第1个小时，一切都很平常。你或许正在上班，正在做饭，忽然灯灭了。一开始你以为只是社区跳电，你有点烦躁，等着它恢复。可是几分钟过去，你发现手机没了讯号，你点开网路一片空白。你走到窗边，发现整条街，整座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会慢慢从你的脚底爬上你的脊背。再过几个小时，当夜幕彻底降临，你会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没有电的黑夜是如此的深，如此的静，没有路灯，没有招牌，没有任何一扇亮着的窗。抬起头，你或许会看见一片久违的布满星辰的夜空，甚至如果那真的是一场太阳风暴，你可能还会看见天边泛起一层诡异而美丽的红光。就在这时，你想起了柜子深处那台老旧的收音机，你把它打开，在一片沙沙的杂讯里，你努力搜寻着，终于一个微弱的反复播报的人声钻进了你的耳朵。那是政府的紧急广播，它平静地告诉所有人发生了什么，该去哪里，该怎么做。在那个瞬间，那台不起眼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就是你和整个文明世界之间唯一的期待。你看，这或许就是那场紧急广播最真实的模样。它并不神秘，可它的分量却重得足以让你铭记一生。在这样的一天一夜里，那些平时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会忽然变得无比珍贵。一杯干净的水，一顿热乎的饭，一支能照亮黑暗的蜡烛，还有身边那个愿意陪你一起安静度过这段漫长黑夜的人。你会忽然明白，原来我们穷尽一生追逐的那些名利，那些烦恼，在真正的生存面前是多么的轻。这或许就是 Laurie 想让我们提前预习的一堂课。他不是要吓唬我们，他是想在那个时刻真正来临之前，先让我们在心里走一遍，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生命里真正不能失去的东西。当然，我还要说回那句最重要的话，极大的可能是这个夏天平安的过去了，那场紧急广播始终没有响起，太阳表面的黑斑慢慢平息， Laurie 的预言也将和历史上无数个没有兑现的预言一样，被人们渐渐淡忘。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好了，我打从心底希望是这样。可就算如此，你为那个假想的2周所做的准备会白费吗？我想不会。那几桶水，那些干粮，那台收音机，他们会安安静静地待在你家的角落，等着下一个台风，下一次地震，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他们是你对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交出的一份温柔的答卷。你为最坏的情况做了准备，然后坦然地去期待最好的结果。这本就是一个成熟的人面对命运时最该有的姿态。我们再回到最开始那个让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在2026年的这个当口，会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角落的声音，像是提前串通好了一样，
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有一种解释，或许听起来不那么浪漫，但很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人类对于末日的想象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诚实地映照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内心深处的集体焦虑。你回头看看这几年全世界经历了什么？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让我们第一次真切地尝到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日常可以在一夜之间停摆。此起彼伏的冲突与战火让和平变得不再理所当然。飞速发展的科技一方面带来便利，一方面又让许多人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失控与恐惧。当一个时代的人们普遍感到脚下的土地在摇晃时，末日的预言自然就会像雨后的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所以这些预言与其说是在预测未来，不如说是在描述当下，他们是这个时代集体情绪的一面镜子。而 Lori 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仅仅停留在贩卖恐惧，他试图在这片焦虑的土壤里种下一点别的东西。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的追随者，你们所感受到的这种天翻地覆，不是为了摧毁你们，而是为了重塑你们。他把这个混乱的时代重新定义成了一场集体的蜕变，一次破茧成蝶前必然要经历的黑暗与挣扎。无论这种说法在科学上站不站得住脚，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比纯粹的绝望要温暖得多的视角，而这也把我们引向了他整套叙述里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观点。Lori 相信，那场真正重要的紧急广播最终并不会来自任何一台收音机，也不会来自天空中的任何一颗光球。他认为，那场广播会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响起。他说的那个频率的转换，那次意识的扬升，说到底是一件极其私密、极其个人的事。它不会因为你囤了多少物资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世界是否真的断电而发生。它只关乎，当这一切的喧嚣与恐惧袭来时，你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选择在黑暗中加入那场为了最后一箱物资的哄抢，还是选择成为那个在黑暗中为邻居点亮一根蜡烛的人？你看，绕了这么一大圈，从躁动的太阳到古老的预言，从堆满罐头的储藏室到那场想象中的紧急广播，我们最终还是绕回到了我们自己身上。这或许才是所有这些预言褪去了那层惊悚的外衣之后，真正想要留给我们的礼物。它不是要我们活在对明天的恐惧里，而是要我们重新审视今天。它不是要我们把家里变成一个堡垒，而是要我们把内心锻造得足够强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和你认认真真的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聊一遍，并不是因为我100%相信这个夏天真的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而是因为在探讨这些预言的过程中，我们被迫去思考了一些平时我们总是刻意逃避的关于生命、关于脆弱、关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而这些思考本身，无论那场紧急广播最终有没有响起，都已经是一种收获。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好准备？我的答案是要。准备好那2周的水和食物，准备好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准备好那份无论如何都不会白费的从容。但更重要的是，准备好你的心，去爱你身边的人，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去看看窗外的天空，趁着它还如此安宁，去把每一个平凡的今天都活得像是最后一天那样郑重而深情。因为说到底，真正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在某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里被写成的，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度过这平凡一生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里，被悄悄地一笔一划地刻了下来。他说，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只剩下9个月了。他说，当2026年走到尽头，当2027年的春分那一天到来，全人类将要迎来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他接着补上的那一句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毕生只相信实证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忽然开口谈论起遥远星空上的文明？1万多年前那座沉入海底的传奇大陆，又和我们此刻的柴米油盐有什么关系？那一场正在快速逼近的大分化，到底要把我们
分成哪两种人？而我们灵魂里那个早已过去的抉择，又是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我们自己做下的？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这位前考古学家亲手指出的线索，一步一步地走进这个横跨了星空、远古与当下的惊人的故事。我必须先提醒你，当你听到最后，你看待这个世界，看待2026年这个夏天之后的每一天的眼光，很可能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特别的主角。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几十年来，他蹲在世界各地的荒野和遗址里，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指甲缝里永远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泥沙。他的世界原本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坚硬的，地层越深，年代就越久远，一切的一切都按照可以反复验证的规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这样一个人的眼睛里，神话就只是神话，传说也只是传说，那不过是古代的人因为无知，因为对天地的恐惧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当不得真的。可是挖着挖着，有一些东西开始悄悄地动摇它了。他在地球上彼此相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古老遗址里，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图案。他在那些根本不可能有过交流的古老民族的传说里，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相似的不可思议的情节。明明这些文明之间隔着辽阔的大洋，隔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光阴，他们却仿佛约好了一样，仰望着同一片星空，讲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敬畏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其中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一段几乎遍布了全世界的关于一场大洪水的记忆。你知道吗？从西方圣经里那一艘载着万物的方舟，到我们中国古老传说里那一场逼得大禹不得不三过家门而不入，拼了命去治理的滔天洪水，再到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到美洲，到太平洋上一座又一座孤悬海外的小岛，几乎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在他们记忆的最深处保存着一段关于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侥幸活了下来的古老的往事。一场大洪水怎么可能会被地球上这么多素不相识、从未往来的民族共同的记住呢？除非那一场大洪水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除非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记忆最深处，真的沉睡着一段曾经被海水彻底吞没的文明的往事。这位前考古学家的心里开始浮现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念头，他开始怀疑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些神话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会不会其实是一段被我们深深埋葬在记忆最底层的真实发生过的往事。于是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身边所有人都很难理解的转向，他不再只是低着头向下挖掘脚底下的泥土，他开始学着向内也向上去倾听一些他过去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声音。他说他开始接收到来自昴宿星的讯息，请你一定要记住他特别强调的这一点。他说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并不是要你去相信有什么外星人开着闪闪发光的飞碟飞到地球上来搞东搞西，不是的，他真正想做的只有2个字：唤醒。他想唤醒的是沉睡在我们每一个人血脉最深处的那一段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因为他越来越确信一件事，他确信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走到今天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曾经来过这里，我们曾经亲手把一切搞砸过。那么昴宿星到底是什么？昴宿星人又到底是谁？如果你愿意，在一个没有光害的冬天的夜里，抬起头朝着金牛座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到一小簇紧紧地挨在一起的蓝悠悠的星星，那就是昴宿星团。西方人习惯叫它七姐妹，天文学家给它的正式编号是梅西耶45。它距离我们大约444光年，是整个夜空里肉眼能够看见的最清晰也最迷人的一群星星。可是真正让人忍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并不是它有多么美丽，而是这样一个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谜团。你知道吗？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
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卯宿星，而且绝大多数的文明都把它说成是七姐妹、七仙女、七位美丽的姑娘。古希腊人是这么说的，在他们的神话里，这七姐妹是扛着天空的巨神的女儿。远在中美洲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也是这么说的，他们甚至用卯宿星的位置来校准他们神圣的历法。而在地球另一端，那片孤悬海外的大陆上，澳洲的原住民同样是这么说的。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在日本，这一簇星星有一个你其实一定听过的名字，日本人把它叫做卯。没错，就是日本那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的名字。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那一个品牌的标志，你会发现上面所画的正是这几颗蓝色的紧紧相依的卯宿之星。在古老的印度，这一簇星星被看成是6位天上的母亲，是他们共同哺育了印度神话当中那一位伟大的战神。而在遥远的北欧，在北美洲一个又一个的原住民部落里，从这一片大陆到那一片大陆，人们也同样世世代代地传唱着关于天上这几位姐妹的古老的故事，仿佛全人类早在文明还没有开始的蛮荒年代就共同收到了同一封来自这一簇星星的信。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用肉眼抬头去数一数，卯宿星团清清楚楚就只有6颗比较明亮的星。那么传说中消失的第7颗，那位离去的第7位姐妹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大洋洲，这些早在几万年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群，会共同拥有一个关于7姐妹，而且其中有一位悄悄离去的几乎一字不差的传说。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天大的巧合吗？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古老谜团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28星宿当中，卯宿正是西方白虎7宿里的一宿。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的天官书里白纸黑字的写过，卯宿这颗星如果在天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么往往就预示着人间将有刀兵之灾、战乱之祸。你看，在我们最古老的观星传统里，卯宿就和某种重大的影响着天下苍生的变局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有一位神仙，他只要对着那只凶猛的蝎子精引吭高啼几声，就能让对方立刻浑身酥软，现出原形，落荒而逃。这位神仙就叫做卯日星官，而他在天上的本相正是卯宿。他真正的模样是一只威风凛凛、光芒万丈的大公鸡。其实卯宿在我们华夏的古老智慧里还扮演着一个更加实际也更加根本的角色。早在尚书的尧典里就记载着上古的先民是如何抬起头仰观天上的星辰，来确定一年四季，安排农耕作息的。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日短星卯，以正仲冬，意思就是说，当白昼最短的那一段日子，黄昏时分，卯宿这颗星正好高高地挂在南方天空正中央的时候，那就标志着一年当中最寒冷的隆冬正式来临了。你看，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卯宿从来就不只是一颗遥远的星，它是天地运行的一个刻度，是季节更替的一个信号，是上天用来提醒人间该收、该藏、该静下来准备迎接下一个轮回的一支无形的指针。可是最让人玩味的，还在比这些更加古老、更加幽深的地方，在儒家流传下来的一部伪书《论语笔考谶》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件奇事。书里说，曾经有来自卯宿的5位老者从天而降，向上古的圣王传下了来自上天的启示。你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卯宿这一簇远在444光年之外的星星，竟然在我们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典籍里扮演着一个从天而降，向人间传递最高智慧的神圣的角色。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河图洛书这些被历代视为中华文明源头的神秘到极点的图案符号上，甚至有人大胆地猜测，那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会不会也和某一种来自遥远星空的传讯有着我们至今都还没能参透的关联？从东方到西方，从蛮荒的原始部落
到我们最精深的古老典籍，全人类仿佛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诉说着同一件事。我们和那一簇遥远的星星之间，似乎真的有着某种斩不断的古老的牵连。那么，按照这位前考古学家所接收到的昴宿星讯息的说法，昴宿星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存在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昴宿星人是宇宙创世之初最早诞生的种族之一，他们的振动频率高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存在于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三维世界的极高的维度当中。他们长得高大纤瘦，皮肤白皙，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还有一双美丽的带着淡淡紫罗兰色泽的眼睛。听到紫色的眼睛，你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天生长着一双紫色的眼睛吗？有趣的是，据说就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几百位天生就拥有紫色眼瞳的人，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那位早已成为一代传奇的好莱坞绝世美人。传说她那一双会随着光线的明暗，在紫色与深蓝之间流转变换的眼睛，正是某种来自星空的古老血脉的印记。关于昴宿星人是怎么来到地球的，还流传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毕生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从他的个案口中一点一点还原出来的。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昴宿星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巨大的冲突，对立的两大阵营手里都握着可以在瞬间摧毁整个星球的毁灭性的武器。就在那千钧一发，整个文明都即将同归于尽的时刻，其中一派选择了退让，他们愿意离开故乡，搬到别的星球去生活。于是他们建造了5艘巨大无比的太空飞船，飞船上配备着能够长久运转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载着他们飞向了茫茫的宇宙。据说他们最后降落的地方就在我们地球靠近北极圈的一片土地上。你听出来了吗？这个古老的关于昴宿星人因为一场差点毁灭一切的冲突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故事，是不是隐隐约约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座传奇大陆的命运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相似的影子？当然，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又一个浪漫而遥远的神话，可是这位前考古学家想反问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说，如果这真的只是神话，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全人类会做着同一个梦？为什么分隔在地球各个角落，素未谋面的我们，灵魂深处会藏着同一段记忆？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就要从遥远的天上慢慢地落回到地面上来了，落回到那一座所有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却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过它的传奇的大陆。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最早把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讲给整个世界听的是2000多年前那位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祖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晚年的2部对话录里，他极为认真地描述了一个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那片辽阔大海正中央的强大的岛屿之国。那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国度，整座都城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环构成，陆地与海水交错环绕，越是靠近最中心，身份就越是尊贵，地方就越是神圣。他们拥有当时举世无双的航海技术，他们的疆域曾经横跨欧洲与非洲的大片土地，他们有着数也数不清的金银财宝，有着精巧到让后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建筑。传说他们的神庙屋顶上镀着厚厚的黄金，当海风吹过，当温度变化，那些金色的圆顶竟然会发出和谐动听的仿佛音乐一般的声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辉煌到了极点的帝国，最终却因为它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腐化，走向了贪婪。而在大约12000年前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和滔天洪水当中，在短短一个昼夜之间，整个地沉入了茫茫的海底。柏拉图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可是几千年来，又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了一个寓言，当成了柏拉图这位老人家为了讲一个治国的大道理而精心编出来的美丽的童话。但是到了上一个世纪，有一个人让亚特兰蒂斯重新活了过来，这个人就是被后世称为沉睡先知的
美国人凯西。据说凯西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深度睡眠的催眠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里看见遥远的过去，看见一个人累生累世的前世今生。在他一生留下的多达上万次的解读记录当中，竟然有好几百次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亚特兰蒂斯。更让人吃惊的是，凯西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他说，那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而它的科技水平甚至比我们今天还要先进。他说，他们拥有能够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工具，拥有能够潜入深海的船只，拥有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电视一样的广播系统，甚至他们还拥有类似于电脑一样的神奇的装置，而支撑起这一整套辉煌到不可思议的科技文明的那个最核心的能源，你猜是什么？是水晶。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水晶。凯西说，亚特兰蒂斯人掌握了一种驾驭水晶能量的惊人的技术。在他们的文明当中，有一块被称为伟大水晶或者火石的巨大无比的晶体，这块水晶能够收集，能够聚焦，并且能够传输来自遥远宇宙深处的能量。这种能量干净、环保，而且强大到没有极限。它可以瞬间点亮整座的城市，可以驱动所有的机器，可以让人们在陆地上、在海洋里，甚至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往来穿行。据说，这一块神奇的水晶被安置在一座特别的殿堂的正中央，那座殿堂的顶端可以缓缓地开合，好让水晶能够承接来自天上的源源不绝的能量。它就像是整个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那一颗不停跳动着的心脏，它所聚集起来的那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在透过某种我们今天还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被输送到这一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凯西也一再的反复的警告，他说，这一块水晶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太强大了，强大到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失衡，稍微一点点的误用，就足以酿成无法收拾的滔天的大祸。能力越是巨大，那一份藏在能力背后的可能会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是骇人。而这一个道理，无论是在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还是在我们今天，其实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在那一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最美好的岁月里，整个亚特兰蒂斯是由一个叫做伊织律法的群体所共同引领的。这个伊织律法的群体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的意识境界，他们的内心深深地明白着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万物一体。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天地之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一样，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影响着整体，影响着万物。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他们顺应着宇宙运行的法则，他们活在爱里，活在和谐里，活在一种与天地万物深深相融的状态里。那是我们人类的灵魂曾经攀登上去过的最光明、最壮丽的一座高峰。据说，就在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亚特兰蒂斯人甚至建造起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专门用来疗愈身心的神殿。在那一些神殿当中，他们运用水晶的能量，运用声音的震动，运用光与色彩，来细细地调整一个人身体的频率，来修复病痛，来抚慰心灵。一个人走进去的时候，也许还带着满身的疲惫与创伤，可是当他再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却仿佛已经焕然一新，由内而外重新焕发出了光彩。那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医学做梦都还想象不到的，把身体、心灵与整个宇宙的能量彻底融为一体的无比古老的智慧。可是天堂为什么会坠落？这正是这位前考古学家要我们所有人都牢牢记在心里的最关键的一段。凯西说，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流转，随着物质的享受越来越丰盛，亚特兰蒂斯渐渐地分裂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伊织律法，他们始终坚持要用一种神圣的、合乎自然法则的方式去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他们选择的是爱，选择的是合一，
选择的是分享，而另外一股力量被称为贝利亚之子，他们的内心所追求的是物质，是享乐，是无止境的权利，是要把一切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于是，那一幕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悲剧开始了。那一块原本被用来疗愈病痛，被用来照亮黑夜，被用来造福天下苍生的神圣的水晶，被一步一步地悄悄改变了它的方向。它开始被用来制造武器，它开始被改造成一种可以在瞬间摧毁一切的恐怖的死亡射线。它开始被用来去征服，去威慑，去统治整个世界。而比这还要更加可怕的是另一件事。凯西说，贝利亚之子动用了基因工程的力量，他们刻意地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意志，只能像牲口一样任由他们驱使的奴工。据说，这一些被硬生生制造出来的可怜的生命，到了后来，有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模样，他们的身上混杂着一些动物的特征，他们被彻底地当成了纯粹的工具，纯粹的劳动力，日复一日地被奴役着，被驱使着，却从来没有人肯把他们当成一个真正的有尊严的生命来看待。贪婪、欲望、傲慢、自私，就像一场无法控制的瘟疫，在这片曾经无比圣洁的土地上疯狂地蔓延开来。依知律法的人们，因为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因为他们诚实、善良，毫不设防，反而被贝利亚之子用尽了种种阴险的算计，种种精心编织的谎言，一步一步地夺走了对那块伟大水晶的控制权。而当这一股已经强大到完全失控的能量被彻底用在了纯粹自私自利的目的上的时候，整片大陆的能量场再也支撑不住了，它彻底的失衡了。凯西说，接下来就是大地发出了他愤怒的怒吼，是剧烈的一波接着一波的大地震，是骇人听闻的足以撕裂天地的大爆炸，是整个地球的地轴发生了偏移。据说，在这一切彻底发生之前，上天其实已经给过了一次又一次充分的警告，也确实有一部分还保持着清醒与良知的亚特兰蒂斯人听从了警告，提前逃离了那片即将沉没的土地。他们有的去了古老的埃及，有的去了遥远的中南美洲的尤加敦半岛，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所背负的记忆，像火种一样带向了世界各地。但是，那一片曾经辉煌到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大陆，最终还是一寸一寸地无可挽回的沉没进了那一片吞噬一切的茫茫的大海。凯西还说过一件特别发人深省的事，其实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并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就发生的，在那最终的彻底的沉没到来之前，这一片大陆其实已经先后经历过好几次规模比较小的巨变与崩塌，而每一次的灾难其实都是上天送来的一记沉重的警钟，都是在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提醒着他们，回头吧，改变吧，别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了。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们在灾难刚刚过去之后，伤疤都还没有好，就忘了疼，很快又一头栽回了原来那一条通往毁灭的老路上，直到最后的那一次，再也没有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你看，毁灭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总是在一次又一次被我们亲手忽略掉的警告之后，才终于无声无息地走到我们面前。这个故事真正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它的结局有多么的惨烈，而在于它背后所藏着的那一个冰冷的让人发抖的道理。一个文明，当它的科技力量远远地跑到了它的精神成熟度的前面的时候，当它选择了权力而背弃了爱的时候，当他选择了分裂而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的时候，那么他就一定会亲手毁掉他自己。这从来都不是一场上天降下的天灾，这是一群人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为自己，也为所有人亲手设计出来的一场彻彻底底的毁灭。而凯西还说了一句比这一切都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话，他说，当年那一些曾经在亚特兰蒂斯辉煌过，也堕落过，最终一起沉入海底的灵魂，如今正一批又一批的重新投生，回到了我们这一个时代。你听懂了吗？
这位前考古学家之所以一再强调这是来自卯宿星的最高级别的警告，正是因为那4个沉甸甸的字悲剧重演。现在就让我们把1万多年前亚特兰蒂斯的那一出剧本和我们此刻正身处其中的2026年一幕一幕的仔仔细细对照一下。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一种让你头皮发麻、后背发凉的惊人的相似。当年他们把那一块神圣的水晶能量变成了足以摧毁整片大陆的死亡射线。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的手里此刻正握着足以把我们整个地球彻底毁灭，还不止一次，而是好几十次的核子武器。我们正在打造的是越来越聪明，聪明到甚至已经开始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自己做出决定的自动化的杀戮武器。当年他们用基因工程制造出了没有自由的奴工，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不但同样的已经站在了可以随意改写生命密码的那一道危险的门槛上，我们甚至还亲手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存在。那些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慧，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你的喜好、揣摩着你的心思、悄悄引导着你每一个选择的演算法。可是这里藏着一个最辛辣也最讽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奴役谁？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低着头，被手里那一块小小的发光的荧幕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当我们被无数的数据喂养着，当我们被无数的讯息推着、搡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其实才正是那一批活在新时代里的心甘情愿甚至浑然不觉的奴工？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因为那一份失控的贪婪，彻底地破坏了他们脚下那一片土地的平衡。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为了无止境的欲望，砍光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我们眼睁睁地让无数的物种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永永远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把天空熏黑，把原本湛蓝的海洋填满了我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垃圾。我们让整个地球的气候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反常。我们是不是也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这一双手，一步一步地摇晃着我们唯一的这一个家园？那一份原本脆弱无比的平衡，其实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转述过来自卯宿星的另外一则警告。那一则警告谈到了一个叫做机器王国的未来。那一则警告说，这个世界正在一分为二，在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一股脑地涌进那一座座巨大的城市，他们把科技变成了一种近乎成瘾的、再也离不开的、赖以为生的东西。他们活在一张由电子讯号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而在另一边是一群已经彻底受够了的人，他们选择了离开，他们回到乡野，回到土地，回到山林，重新和大自然，也和他们自己内在那一个更深沉、更安静、更有灵性的部分连结了起来。一边是拼命地向外，沉迷于那一张看得见的网，另一边是安静地向内，回归于那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好几十年前就已经被说出口的预言，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活生生的一字不差地上演着。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选择了物质，背弃了精神。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把什么供奉在了我们心里的那一座神坛之上？是财富吗？是地位吗？是那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吗？是那一份无论怎么填都永远填不满的欲望吗？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到了最后彻底忘记了万物一体。那么今天的我们环顾四周又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深的对立，是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是一道又一道把人和人、把家庭和家庭、把国家和国家不断的切割开来、撕裂开来的无处不在的分裂。所以这位前考古学家对我们说，看清楚了吗？我们就是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我们带着上一次那一场惨痛失败的记忆，重新投生回到了这里。命运就像一个巨大的、永不停歇的轮回，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那一个一模一样的考场，然后发给了我们一张一模一样的考卷。而这一张考卷上其实只有一道题目。这一次
我们会不会做出和上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所谓的最高级别的警告，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万丈悬崖的边上，而这一次留给我们的时间的窗口正在飞快地关上。那么，这一场被预言将会在2027年的春分正式到来的终极的大分化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又像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蒂斯那样，是一场山崩地裂、大陆沉没的物理上的浩劫？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曾经影响了非常多人的说法。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一位毕生都在研究深度催眠的研究者，他在替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深度的催眠回溯的过程当中，反反复复地听到了一个惊人的讯息。他把这个讯息称为2个地球的分裂。请你一定要注意，他特别的强调，他说这一场分裂并不是物理上的，我们的地球并不会真的裂成2半，它所要分开的不是土地，不是山河，它所要分开的是频率，是震动，是2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他说，我们的地球此时此刻正在不断地提升着它自己的振动频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渐渐地分化出2个地球，一个是旧的地球，它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比较沉重的震动里，在那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彼此的分离。另一个是新的地球，它正在扬升到一个更高的频率，在那里是爱，是合一，是彻底的觉醒。而这里藏着最关键的一点，一个人他究竟会去到哪一个地球，靠的不是你买了一张什么样的船票，也不是你拼命地跑到了地球上哪一个你以为安全的角落躲了起来，靠的是你内在的频率，是你在每一个当下所选择的究竟是爱还是恐惧。那一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振动频率的人，会继续留在旧地球的轨道上，继续去经历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个现实。而那一些能够把自己的心彻底打开，能够把自己的频率真正扬升起来的人，则会随着新的地球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维度。有一些说法把这一场巨大的转变形容成从一个3维的世界进入一个5维的世界。3维的世界是被分离和恐惧所主导的，而5维的世界是被合一和爱所主导的。据说，正是为了协助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有许许多多原本来自更高次元的光的灵魂，自愿地选择投生到了我们这一个最动荡也最关键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志愿者。关于这些志愿者，还有一个更加细致的说法。据说他们是分成3大波，陆陆续续来到地球的。最早的那一波，如今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他们往往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最不能忍受这个世界上的暴力、欺骗与种种的丑陋。他们打从心底感到困惑，他们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这样彼此地伤害，彼此地算计。在他们的心里，最常涌起的是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家究竟在哪里。据说，这第一波的人，这一生往往走得最辛苦，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前来探路的，他们要在这一片沉重的土地上，亲手为后面的人硬生生地趟出一条路来。而第二波的志愿者则要安静得多，他们不太需要去做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据说，他们光是安安静静地存在在那里，就已经像一座座沉默的灯塔，像一根根伸向天空的天线，在默默地向着四周散发着一种疗愈的、安定人心的能量。他们常常更喜欢独处，不太爱去凑那些热闹。可是说也奇怪，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周围的人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心与平静。至于第3波，那就是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新的孩子。据说，他们从一出生开始，身上所携带着的能量就已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仿佛天生就带着新地球的密码而来，他们是为了那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提前准备好、提前送来的最新的一批种子。我想在这里轻轻地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你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你看着周遭的那些暴力，
那些丑陋，那些冷漠，那些算计，会打从心底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你会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愁，一种深深的想要回家的渴望。可是你又根本说不清楚，那一个让你魂牵梦萦的家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也许这并不是因为你太敏感、太脆弱、太不合群，也许这恰恰是因为你正是那一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自愿赶来的光的灵魂其中的一个。其实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场关于人类即将迎来巨大转变的讯息，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说法独家的专利。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古老的民族，仿佛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同一个关于转变、关于分化、关于一个旧世界的结束与一个新世界的开始的古老的预言。在北美洲，古老的霍皮族世世代代地流传着一个关于进化之日的预言。他们说，我们如今所身处的这一个世界已经是第4个世界了，而在我们之前的那3个世界，全都因为人类的堕落，因为人类忘记了自己与天地之间的那一份和谐，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彻底毁灭掉了。他们说，当进化之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些守住了自己的内心，守住了与大自然之间连结的人，将会跟随着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第5个世界。在中美洲创造出了精密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历法的玛雅人，同样相信我们正活在一个又一个太阳纪的轮回当中。每一个太阳纪的结束都伴随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然后一个全新的纪元又会紧接着重新展开。而在古老的东方，印度的智者们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往复的车轮。他们说，我们如今正活在一个被称为末法的最为黑暗、道德也最为沦丧的年代里。可是他们也同样的说，每当黑暗到达了极致，当这一个漫长的循环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全新的光明的黄金时代就一定会重新降临。你看，从美洲的原住民到玛雅的祭司，再到古老东方的智慧，他们明明素未谋面，明明彼此相隔万里，却仿佛都在异口同声地向着今天的我们传递着同一个讯息。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走向它的终点，而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悄悄地酝酿着它的诞生。那么这一切为什么偏偏会是2027年的春分？春分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在那一天，太阳刚好直射在地球的赤道上，于是在那一天，全世界的白昼与黑夜几乎完完全全相等，光明与黑暗在那一个瞬间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平衡。它就像是一道宇宙的门槛，又像是一架天平归于0点的那一个最微妙的支点。这位前考古学家说，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将会是这一场大分化变得再也无法回头的那一个临界点。在那一天之前，2条时间线都还只是在悄悄的、缓缓的分叉，而在那一天之后，这2条时间线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朝着2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彻底的分开。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了。你会想，既然这么重要的、这么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那么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赶得上那一班开往新地球的列车？可是，还记得吗？这位前考古学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最奇怪也最让人心里发毛的话。他说，其实藏在你我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抉择的时刻，早就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所谓的抉择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你会在日历上郑重其事地圈起来的未来的某一天你才会去做的一个决定。真正的抉择是你的灵魂。在过去那无数个平凡得再也平凡不过的日子里，在每一个微不足道，甚至你自己都根本不会去留意的小小的瞬间里，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累积出来的那一个总的方向。当你面对一件事，你选择的是爱还是恐惧？当你面对一个人，你选择的是连结还是切割？当你面对一个诱惑，你选择的是分享还是贪婪？当你面对一个比你弱小的生命，
你选择的是慈悲还是践踏？这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转眼就忘的选择，它们每一个其实都是你在为你自己灵魂的频率悄悄地投下的一票。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一个决定你命运的最终的抉择，其实早就已经在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活法里头被你自己亲手做下了。2027年的那一个春分，不过是这一个公正无比的宇宙，按照你早就已经做下的那一个选择，把每一个人轻轻地安放到他真正该去的那一个地方而已。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一沉，甚至涌起一丝丝的绝望？别急，因为这一个故事最温柔、最慈悲的地方，恰恰就藏在这里。是的，那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早就已经在你过去的生命里渐渐地定了型。可是你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手上此刻还握着整整9个月的时间，那一扇门还没有完全关上。在这最后的9个月里，你依然有机会去重新确认，甚至去亲手改写你自己的方向。你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所做下的每一个有意识的、清醒的选择，它的分量都比过去任何时候要重得太多太多。过去也许你是在浑浑噩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投下了你的票，但是从现在，从你听懂了这一切的这一刻开始，你手里的每一票都将是你睁大了双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下的。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恩典。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位前考古学家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非常朴素，他一点也不玄虚。第一，把恐惧放下。据说恐惧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低、最沉重的东西，它会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把你按在那一个旧地球的轨道上。而爱是这个世界上振动频率最高、最轻盈的东西。所以请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可以选择的当下，去选择爱，而不是恐惧；去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去选择温柔，而不是冷漠。第二，学着放下，放下那一些压在你心头许多许多年的怨恨，放下那一些正在一点一点拖垮你的习惯，放下那一些其实早就应该说再见的执着。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条把你紧紧地绑在那一个旧地球上的沉重的铁锚。第三，回到简单，回到自然，从那一张看不见尽头的由银幕和讯息密密麻麻编织而成的巨大的网里偶尔走出来，去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去摸一摸路边的树木，去静下心，听一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第四，去服务，去付出，去爱人。因为当你真心实意地为别人付出的那一个瞬间，你正在重新记起那一个被当年的亚特兰蒂斯人彻底遗忘了的最古老也最珍贵的真理：万物一体。他还特别地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天大的事情夺走了你内在的那一份平静。经济的起起伏伏，政治的吵吵闹闹，新闻里每一天都在上演的种种混乱与不安，在这一场无比宏大的转变面前，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层又一层的幻象而已。你不需要去拉着每一个人都和你一起走，你也根本拉不动。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盏灯好好的点亮。那一些真正准备好了的人，自然会循着你的光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也许你会问，凭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再平凡不过的人，我内心那一点点微弱的光，难道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吗？这位前考古学家会这样回答你，你还记得吗？哪怕只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它的光虽然微弱，却足以在最深最浓的黑暗里被千里之外的眼睛一眼看见。你内在的每一次转变，你每一次选择了爱而不是恐惧，你每一次选择了宽恕而不是怨恨，其实都在悄悄地提升着我们整个地球的震动。你以为你只不过是在改变你自己一个人，可是事实上，你正在参与着的是一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无比宏大的工程。朋友，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再一次回到那一个画面。1万多年前，我们曾经站在一片金光灿烂的大陆之上，我们拥有过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切，最先进的科技，最丰饶的财富，最接近神的力量。可是就在那一个最关键的路口，我们选错了。我们选择了权力，我们选择了贪婪，我们选择了彼此的分裂，
然后我们就眼睁睁地亲眼看着那一切，连同我们自己一起沉入了那一片冰冷黑暗的大海。而现在1万多年过去了，那一道一模一样的考题又一次静静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天上那7位姐妹，那一簇从古希腊到玛雅，从澳洲的原住民，一直到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几千年几万年，从来没有停止过默默守望着我们的卯宿之星。据说正在透过这样一位最不可能的，曾经只相信泥土和骨头的前考古学家，赶在那一扇门彻底关上之前，给我们送来最后一次的提醒。倒数9个月，2027年的春分，一场终极的大分化。这位前考古学家说，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一切会不会到来，真正的问题是，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你会在哪一个地球上睁开你的双眼？而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此刻正在你自己内心最安静的那一个角落里，悄悄地成型。